接下来说的这个比较炸裂，需要仔细听可能才能听懂啊。事实上我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团意识。好，大家好，我是何丹，小邓，今天我们讲平行时空。又是博文的事儿。博文已经讲过，咱们自然不会再讲。今天也是说一下是不是真的存在平行时空这件事情。这不是证实已经存在了吗？怎么证实的，我们后面就给大家聊一下。故事的开始还是从一个故事开始。可以。那这个是来自某乎的一个匿名网友写的一个故事。博文也是某乎的吧？也是，就某乎经常出这种神奇的东西。答主呢应该是一个女生。那在3年前，她在学校图书馆写论文，写着写着困了，临睡前看了一眼手机，4点30分就睡着了。跟我这个作息有点像啊。你也看一眼表。差不多4点30分、5点30分该睡觉了。那你是凌晨，对吧？他是下午。再抬起头的时候，他对面发现坐了一个女人，一眼看上去这个女人比他大不了多少，长得很漂亮，特别关注到她的这个头发，发质很柔软，头发发尾微卷，仔细看呢，眼角是有一点细纹的，皮肤呢略松弛，是属于40多岁的样子，但是保养的很好。那声音很轻柔，语调很轻，跟他说了一句话，但是语调的内容不太温和，说你怎么老坐这个位置？要睡觉的话还不如回家睡，总坐在这儿吹空调，你老了一定会得病。我以为是轰他走呢。那倒没有，就带着这种责备的关心啊，还说你头发怎么乱七八糟的，这么长了也不知道剪一剪，你管着啊？他也是这么想的。他很不耐烦地说，你别管我，你有空你操心你自己去。对，结果女人听了以后很不开心，跟他说，难道你就这么跟妈妈说话吗？我不认识我妈了。那个时刻他突然反应过来，这个人是我妈，原来是这样的话，那难怪我就坐在这儿让他说了我半天。紧接着他看了一眼手机，这个时候是4点32分，刚过2分钟。等于他听了他妈说这么多的话，加上他睡觉，一共才过了2分钟，这时间就跟没动一样哈。紧接着呢，他收拾东西，站起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停车场。一路上呢，他妈妈会继续数落他，说你再这么坐在风口吹冷气，后面会得病。跟刚才一样，说着说着又开始抱怨起他爸，说他太纵容他，给他自由，过了火。他爸呢胃疼，偷偷吃零食，还被抓住了，都不省心呢。对，就这个家里的这些琐事，他听着听着就想借这个周围的景色转移注意力，他就看到了地上有这种落叶，并且每一个石块都清晰可见。他还很清楚地记得，他妈妈带他去开的车是蓝色的保时捷，家里挺有钱，有点。车牌号他还记得，然后他还找了一会儿车钥匙，他不想跟他妈继续说了，他就盯着旁边那个地砖上呢有一些细小的划痕。这个时候，他突然从图书馆清醒过来，做梦啊！他刚才就是一个梦。这个时候，他第一反应看了一眼表，4点56分，睡了26分钟。对。赶紧收拾好东西，一路走去停车场。路上的细节，落叶、石块，大多跟梦里的吻合。然后他就跑过去看刚才的那个停车位，空的，他妈也没在，也没有。再看刚才看的那块砖，细小的划痕跟梦里一模一样。厉害了啊！这个梦境呢太真实了，就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同时的发生着，他的意识就好像跟那个世界的另一个他重合在一起。他自己说到在那个时空里他应该在读博，只是呢父母会过来跟他陪读，也可能是全家已经移民出去了，家里有辆蓝色保时捷，车牌号呢还很吉利，妈妈爱管他，爸爸对他不严厉，但是很听他老婆的话，妈妈很唠叨，比较烦人了。但实际现实里的他是什么样呢？他爸从小对他管得非常严格，严格到刻薄的这种地步，盯得非常紧，就不可能纵容他。他对他的女儿紧，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偷吃零食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他爸身上。而妈妈据说温静文婉，美丽大方，长相很年轻，去世的时候只有27岁。他妈妈已经没了是吧？在这个世界里，她在她闺女的印象里面还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而她刚才梦到的这么具体的中年形象，声音、语气、皮肤、皱纹都能看得清晰，是不是就是平行时空呢？就关于这个猜想，我们后面其实会解释啊。那事实上在量子领域是有和平行时空相关的理论的。我们上期提到过一点，说的是在量子世界，一切事物可以同时处在不同状态。在双缝实验中，那个光子可以既处在左缝又处在右缝，这种可能性
是并存的，我们叫叠加态，对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是叫哥本哈根解释，属于量子力学波尔的一种理论之一啊。这个叠加态最初源自的就是薛定谔的猫那个实验嘛，一个假想实验。他说一只猫在盒子里面做实验，如果触发机关，这个猫死；没触发机关，猫活下来。那在打开前，这两个时空同时存在，叠加在一起，是死是活取决于你观察它的那一刻，也就是打开箱子的时候只有一个结果，另一个结果没了，这个叫坍缩。对，所以在坍缩前，两个时空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是可以解释平行时空的概念。但是呢，它只解释了一半，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时空坍缩了嘛。那事实上在量子领域里面不止这一个解释，还有一种理论叫多世界的诠释。这个怎么理解啊？其实就在刚才的这个延伸下来，在你出现这个观测的时候，两个时空并没有一个发生坍缩。再举个例子来说呢，就是你打开这个刚才装猫的盒子，这个猫不是从死和活之间选了一个，而是宇宙在这一刻分裂了，一只猫在 A 宇宙死了，另一只猫在 B 宇宙活着，也是两种可能性的。对，但是呢分开了两个宇宙。那这个分支实际上就是平行宇宙的一个概念，它们存在于同一时刻，相互之间是独立的，没有干扰。每一个观察者都会进入其中一个分支，并感知到一个确定的结果。也就是说，你看到哪个结果，取决于你进到哪个分支，这个意思。那等于刚才他做梦，有可能是梦到了另一个分支。很有可能。其实到这里面呢，科学就无法进一步证实了，因为量子领域嘛，实证出来很难。但是有另外一本关于通灵的书，就有提到关于平行时空的介绍，叫赛斯书。这个好像上期咱们也提到过。那这本书其实是记录了1963年到1986年，有一个高维的灵体通过一个女人的口述传递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么一个事儿。那写这个书呢，女人叫珍，她的老公呢叫罗珍，其实就是对，是这意思。这本书提到的一段话很关键，他说我们所有的行动本质最初都是精神性的，可能的实相来自于我们可能看见却选择不去实现的众多行为，但我们的任何举动一旦被想到就会有结果产生，被可能的自己在其他的实相里把它所有的变化都实现出来了。这里面提到的实相其实就是时空。给过解释了已经。所以意思就好比说，每次的一个想法都会有创造时空的机会。比如说小美今天中午说要订外卖，纠结吃哪个，是吃这个宫保鸡丁好呢，还是吃煲仔饭，拿不下主意，最终订了一个199的宫保鸡丁。这么贵？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这个199的宫保鸡丁送赫森与夏冬的199终身会员啊，联名款，对吧？好吃加好看加下饭，无法拒绝。那肯定得买啊，买了吧？但是因为他的纠结，他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平行时空，在那个时空里，他买了煲仔饭，没买那个199的联名套餐。他买了煲仔饭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空里他买煲仔饭送手串。瑕疵甄选。也很值。我们以上帝视角去看他的话，两个时空都是他，两个饭其实都吃到了。如果镜头前的你是不用纠结的，因为平行时空帮你解决。对，会员和串你都能买，都可以。但实际上呢，不是说每次分出平行时空都这么随意啊，会复杂一点。那赛斯书刚才提到的精神性，其实类似于我们说的意识。那这个意识具有创造性。接下来说的这个比较炸裂，需要仔细听可能才能听懂啊。事实上，我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一团意识，这些意识是由不同的小意识组成的。那每一个小意识都有它的特质和能量，每个小的意识都有自己的想法，相当于小的自己，大的由小的构成一个完整的自己。在众多的这些意识里面会有一个核心，那其他的自己或者叫其他的这种意识算从属，跟随关系。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有点像心理学上说的主人格和副人格类似，就是每一个人格其实都可以自由的从这个完整的自己身上获取到能量，本身是在一起。当从属的人格或者叫从属的意识有了足够多的能量之后，就会分离出去，创造一个新的以该意识该人格为主的平行世界。明白了，是这个意思。他用书里边的男主人公罗做了一个说明啊。那罗同时有这个写作，也有画画的天赋，还有一点点运动天赋。那他的核心其实是
画画，所以他在这个时空里面，他呢去从事了跟画画有关的东西。但如果有一天他的运动人格这个附属的人格能量变得很强，就会创造一个分支，根据他想要完成的一个需要去到另一个平行时空了。在那个平行时空里，他会是一个运动健将，运动细胞展现出来了。因为是从运动能量出去的嘛。赛斯还提到说，罗现在的父母在这个时空相聚，完全是为了这个家庭的诞生。为什么要促成这个家庭诞生，我们后面会说啊。在这个时空里，罗的母亲喜欢物质，有点金钱崇拜的意思啊。相信呢迷恋物质能带来幸福。那他爸呢也是喜欢物质，只是说拼命的想要挣这个东西，但是没有说相信这个会决定幸福。那这个时空是由一个主时空分裂出来的，那他们的主人格在哪儿呢？是由他爸爸的一个时空分裂出来的。在他爸的那个时空里，罗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发明家，他从没结婚，天天呢就想鼓捣这些机械创造，想把这些发挥到极致，要造这个摩托车。他没结婚不是因为没遇到人啊，就是因为太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了，所以呢某种程度逃避了他母亲的这个情感。他在那个时空也遇见了现在的母亲，但是没有娶她，就是专注于造摩托车。对，就喜欢这个宅男实锤了。是这样的。就在那个时空里，娶他母亲还是不娶这件事情上出现了两个意识，他内心实际上是有纠结的。这两股能量，他一个爱是对这个机器，对摩托车有点这个速度与激情啊，另一个爱呢就是对他母亲，他自己也挣扎，也有一点成家的欲望，但是呢这个欲望低于说对摩托车的爱啊。那这两个意识就很像这个双胞的这个核心，在一个时空里只能允许有一个核心，所以能量需要重组，只能有一个主人格，一个主意识活着，所以最终分出去了一个，分出去的就是罗现在这个时空。在这个时空里，他爸和他妈结婚了，并且他爸并没有对摩托车有那么多的爱，等于其实能量还是守恒的，只是说这个他把对摩托车的爱减少一点分给他妈了，有点这意思啊。而在他父亲痴迷摩托车的这个时空里，他母亲嫁给了一个医生，变成了一个护士，然后帮助她的丈夫行医，还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儿子以后，她还做了这个子宫切除术。在那个时空里，他母亲严格的教育自己，因为他不是对物质有追求嘛，他要向上进入这个上层的社交圈，藏起来他自己从未受到教养还有天真的那些面。而且在那个时空里，他不会像这个时空一样去系一个粉色的蝴蝶结，这些习惯都没有了。平行时空其实就是这样，表面上是独立存在的，在一个分支里，你可能说13岁的时候，因为某些能量独立出去，创造了一个新的时空，那个时空有可能在你30岁的时候和这个时空有一些交汇，在交汇的时候，那边的你和这边的你会有一定的心灵感应，就好比说你突然改变了职业，或者觉察到一个自己以前忘掉的技能，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又想起来了，就轻而易举的可以发展它。事实上呢，如果某个主体意识够强，它在某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其他时空的自己。平行时空的世界也能影响现实世界的吧？这些时空其实都是平行的嘛，就是 A、B、C 三个时空 ，C 能影响到 A、B，A 能影响到 B、C 这样。那理论上如果是平行的，咱们仨应该谁都不牵扯谁啊。在这刚才就提到了嘛，说如果某个主体意识够强，它的心灵能量够强的话，它还可以向外辐射，影响到其他两个时空。在整个的大系统里，相当于有很多个你，那每一个你就心理层面而言，结构就是相互关联的，甚至于说不只是你了。就在刚才我们形容的那个时空里面，罗的母亲找了一个医生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他那个孩子和你之间都可能建立一个心理连接，因为都属于他母亲的孩子。平行时空的另一个哥哥。继续说的话，其实某个主体意识够强的话，在特定的场景下，比如有直觉或者是梦境，甚至于可以体验另一种时空。这个呢有点像串门啊，在你梦境的时候，我们知道肉体和意识之间不会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了，那这个时候意识就会有串门的可能，去到平行时空，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其实这也解释了开头我们那个故事，或许由于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空里，他对母亲过于思念，在梦境里面他的意识去到了平行时空，见到了那个他在这个时空只有照片却很想念的母亲。那个母亲还很有钱，对，还开着保时捷嘛，是就记着保时捷了哈。虽然只有这一小段时空，但是呢其实某种程度
也算是一种重逢。对，其实很多人都相信平行时空啊，我也相信，不只是因为说有量子理论一种猜想等待去证实，大家好奇这样一点，而是说我们所有人对一些平行时空的自己或者家人都是有期望的。我们所有人在这个时空其实都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对，比如恋爱时期错过的人，职业道路上不小心的选择，或者家人突遭的变故。每一个重大决策上可能会说，如果当时怎么样就好了，可是这个时空没有机会。但平行时空呢，就像是我们的一种如果，它告诉我们其实没有遗憾，你在这个时空的遗憾在另一个时空实现了。坠落尘埃，渺小到我已不